2年前看完华为发布会，我说或许这次华为带的 Mate 50并不完美。1年前我说不得不说啊，这次华为真的是卯足了劲儿去做这台手机。而今年我要说，看看隔壁专门开的发布会，发布那一大坨新颜色，感觉新 Mate 可以开香槟了。有一说一，华为这一次的发布会有够高调的，不仅时间要撞车苹果，发布会还要创各种全球纪录。不装了，这台华为 Mate X-T 非凡大师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用。完全展开之后，这就是一台平板，甚至说不上是小平板 ，iPad mini 在它面前都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竞品。对比起一般的折叠屏，看视频的尺寸已经完完全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了，尤其是比例比较长的视频，沉浸感降为打击。要是转过来刷刷短视频，那就更是夸张了。绝对是机场咖啡厅会议室里面最显眼的那个，而且竖着用的时候，每一行看到的文字都少了很多，看起文档来也更实用。想象一下，你从口袋里面掏出的设备就能有平板的阅读观看体验，就离谱。工作室的小伙伴甚至把它打开之后夹到了 MX5上，好家伙，什么叫无缝流转？华为车机遥遥领先。其实呢，它折叠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左边这边就相当于是一块外折。咱们现在先不看这一块屏幕，假装这边是没有的。你看，它这里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是一块外折，并且呢，它这边就不用再有那个卡扣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这个外折完全给折叠，这样子是不是就觉得很熟悉了？因为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内折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给累加起来了。这几天看到说，有些老哥很认真的在讨论，2万块钱买华为3折，为什么不买一台顶配安卓，再加一台顶配的平板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讨论，这就感觉好像在问为什么带湿纸巾出门，而不是带纸巾加矿泉水。平板需要背包，手机可是能插到口袋里面的，而且也别那么认真，这个玩意儿你就当它是华为秀肌肉的产品，无非是完成度高了些，搞得大家这么认真，实在不行，Mate 70也快了。在3折身上讨论有没有用，真不一定重要。它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好装啊！反正我这段时间每一次带出去用，每一次都能听到周围有人在讨论我的手机。甚至我出门吃个晚饭哈，老板看到了我的手机，非常喜欢。华为的中折本啊，这个已经到手了，点菜就用这个来点。完事儿了以后还要送我们一份龙虾。小伙伴吃个宵夜买单的时候，3折还被老板强势围观。稍微展开一下，30厘米的。是。余额不足。不知道初中班上的副哥同学带 iPhone 4上学是不是这种感觉？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比如说我现在躺在这里刷手机，但是这个时候我朋友要找我要手机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就有点吃力，对吧？我还得站起来一点，这样才能给到他。但是如果我现在这样子给他，是不是就长一些，就轻松很多，我都不用这样子仰卧起坐。而且呢，我还可以把它升起来，我就可以这样子玩了。平时在外面呢，你还可以这样玩。然后咱们现在再这样子一折。它这是一个双屏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铰链是可以悬停的。其实这样子简简单单的刷个视频也挺不错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咱们在这里放个收款码，这不就很合适？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放一个台历，这样不就可以挂在哪里？太合适了。突然有个想法，如果这样子横着折出来的叫纵折，那要是之后把竖着的3折给做出来了，那是不是得说像护板？可能也正是因为形态实在是太过于超前了，弃用过后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软件部门肯定会被硬件团队追得上压力。3折叠乍一听适配简直简单的爆，不就是双折叠加一台平板？华为刚好这俩都有，而且也都做得不错，搬过来不就完事儿了？但还真不是这样的。Mate X-T 是有一套完全独立的逻辑的。首先，华为它把双屏场景和3屏场景完全分开了，你可以单独设置这2种状态下要不要使用平行世界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逻辑完美，一出生就直接适配99%的应用。但也恰恰因为2种适配分开，导致有的软件本来双折已经有现成的适配了，3折反而往回跨了一步。你看哈，它双折的时候，微博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适配的，左边是正文，然后右边是这个评论。那我把它展开呢？如果不开平行世界的话，它就像平板没有做适配的时候一样，就直接就竖过来了。讲个好玩的，因为屏幕够宽，开了平行世界之后，你总是不自觉的左右晃动脑袋看东西，真批阅奏折是吗？
虽然现在 Mate X-T 的双屏和3屏的适配做的还不够完美，但是框架和前列都已经建好了。想象一下，未来要是能把平板上面已经适配好的东西都直接搬过来，像什么手写笔呀、带支架的键盘啊，甚至是手写的软件、绘画软件，还有那些 PC 级应用都弄过来，或许3折真的可以更完美的吃掉双折和平板的所有优点。我有种感觉啊，3块屏幕的3折大概率就是折叠屏形态的上限了。要是4折叠的话，那可能就太宽了，就已经没有办法单手用了。展开之后是一个正常比例的平板，跟双折展开接近正方形的屏幕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如果竖过来，差距就更大了。一台巨大的手机，你拿什么来比？而且因为折叠起来和展开的时候用的就是同一块屏幕，所以压根儿就不需要拉起什么屏幕素质、什么 PPI， 就是完全一样的清晰度和显示效果。甚至展开来用的时候也不会浪费一块屏幕，厂商没准还能节省一块屏幕的成本。讲个暴论，大家是不是总觉得不打游戏，旗舰级的处理器和散热都冗余了？那如果说把这一部分的技能点在大屏幕娱乐上，岂不是很有性价比？对华为来说，尝试新的东西，把技术推出来，稳定好用才是放在前面的。所以卫星通讯、5G、星闪，还有麒麟以及巨大的超级终端，指关节截图也还在。亮度我也测试了一下，表现是这个水平。至于折痕呢，实际上在屏幕点亮的时候不算明显。至于有些小伙伴担心厚度的问题，这是2年前的国产折叠屏，这是今年的竖折，这是国外的双折。现在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你说要是给没匹配进国服的老外展示一下华为3折，会不会有一种外星科技的感觉啊？对了，讲个好玩的，华为3折的热度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说刚到工作室的时候就被大家包围了，每一个小伙伴都上手了一下，几乎没有人可以第一次就流畅的打开3折。甚至我用了这么久，还是会习惯性的忘记第一下到底是往外掰还是往内掰，就贼怕把它掰坏。这么一大块柔性屏幕修起来那得多费钱呢？诶，答案是1年内的第一次维修3499块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？iPhone 15 Pro Max 的屏幕如果坏了修起来的话，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。感觉这个优惠就是给粗心的小伙伴用的。对于华为手机来说，值不值得买，并不是简单就能给出结论的问题。Mate X-T 就像是 iPhone 的反义词，它是今年最有执行力的手机，卷轴屏都多早之前的事情了。有本事你拿货来卖呀！3折作为概念手机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赵总也说，3折对荣耀没有技术感。做3折对于我没有技术感。但华为绝对是实干家，不知道现在卖出去多少台了。一台融合了前所未有的创新、足够高端的华为旗舰，就是这台手机最大的特色。如果说2年前大家还在为华为感到惋惜，现在完全可以说是阴霾正在褪去。在 MatePad 上，我看到了做好平板需要的特质；在 Harmony OS 上，我看到了 iOS 生态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。体验完这台3折之后，很明显，华为已经完全放开手脚去做1年前不敢想、不敢做的创新。现在还剩不确定数字的网络知识，不确定数字的工艺支撑，还在提醒着我们，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